上次聊到旧台币的通膨后啊，于是在1949年6月发行了新台币。为了防堵通膨又再次上演，政策上就必须要严谨。国民政府蒋介石与陈仪汲取金圆券的发行失败，成立了货币发行委员会，有30几个单位参加。有个重要原则啊，每次发行新台币呢，不得超过2亿。发行前啊，要所有委员会一致认同，通过后并且登报以昭公信。还要求中央银行呢，提拨等值的黄金作为2亿不到的货币保证，折合美金呢4000万。公开宣布呢，新台币与美金、黄金可以自由兑换，1美元兑换5元新台币，1两黄金呢兑换279元新台币。有这样的保证啊，才恢复了货币的信用。1949年6月15日，新台币发行了1元、5元、10元3种，以4万旧台币换1元新币，特色是直式券。半个月后啊，7月5日发行辅币1分、5分、1角、5角，省外发行加印现流通地区字样，像是金门、马祖啊、大陈岛，以免又发生地方性的通膨，影响了本省的货币制度。过去的通膨啊，导致民众信心破灭，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啊来取民众的信任。当时在银行的柜台上啊，就会摆叠好的日本龙银给民众看，并写着3元新台币换1美龙银。以前呢，警察开罚单啊，红单上都会写个什么原因嘛。这里有一张民国66年的罚单，原因是穿拖鞋驾车。45年前穿拖鞋驾车会罚钱的哦，金额是50元银元，以当时3元新台币换1元银元，也就是550元新台币。一开始银行里的银元黄金啊，当然都被民众换光光了，有上万两的黄金从银行被兑换走，撑不到半年啊，国库里剩不到70万两黄金啊。直到韩战爆发后啊，台湾省得到了美元的赞助后，省政府同步推动优利存款、黄金储蓄，有暂缓通货膨胀的速度。升息政策，凡活期存款300元新台币以上的户头，3个月的利息啊加到7%，这时大量黄金才回流银行兑换新台币，赚取高利息，银行的利息才慢慢回落，民众才慢慢信任纸币。这里有一些特殊的纸币，大陈岛地区现用纸币。1955年，由美军第7舰队的护航下撤退大陈岛的居民，因为印有着大陈岛地区现用的纸币被回收作废。大陈岛的义胞啊，来台时啊，就将所有的大陈岛的纸币全部向银行兑换本岛才能使用的新台币，导致现在这套现大陈岛地区通用的纸币相当的稀少，有1角、5角、1元、10元。尤其是这张10元的特别的罕见，能存留下来啊，我看是当时银行的人员自掏腰包换几张起来收藏的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想必大张面值的没救到，沦落到被销毁，所以10元面值的是相当的少啊。大花小花这2张纸币啊，是本来1949年发行旧台币时啊，就打算发行了，因为啊起初面额太大，当时啊就没有下文了，而放在银行里面。1961年的纸币啊，就改成横式的样貌。某行长一听啊，要发行100元，刚好看到行里啊有大花小花，于是就拿出来给民众兑换。一起乌龙事件啊，就这样直接发行出去了。后来才发现，糟糕，原来要发行的是横式的100元。这张直式称大花小花的临时被收回作废。大花小花也成了收藏台币的一张重要地位的稀少纸币啊。原本是旧台币，可是没有发行，当成了新台币发行出来。很多人说啊，直式改横式的纸币，是因为纸钞上的伟人啊，让它横躺在皮包里，有点不太尊敬的感觉，这也是后来行内人想出来的一种说法罢了。其实就是直式的是第一印刷厂发行的，横式的是中央印刷厂发行的，只是为了配合国际纸币的形式而已。因为国际上的纸币都是横式的嘛，我们为什么不也做成横式的？就这样。1965年的美元终止啊，政府推动了3·1储蓄运动，也就是当时的台湾省有1100万人，每人一天存1块钱啊，一年就有365元，365元乘以1100万就是40亿元，并设立多个加工出口区，持续的生产推动出口，好让经济能持续
续稳定发展。1980年呢，新台币就一路升值，发行了千元大钞。1999年的中央印制厂决定改版台币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钞票，甚至还有发行最大面额的2000元，只是很少人用啦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系列的台湾省货币史的内容，我们下次见。非常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咯，感谢大家多多利用。